你真值班啊？那我可走了哈。虽然618之后只2天值班，还是双倍工资。你没听说隔壁业务部那个小陈儿？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工作，身无分文，百毒不侵。哎呀，那我走了。亲，这个还有的，直接拍就行。丢雷，还没走吗？喂，冇搞啦，領雙倍工資都唔使咁係嘛？你没听说隔壁业务部那个小陈儿？喂，冇搞啦。赶紧的，大师马上要来了。你说这大师怎么晚上来呀？白天来不行啊？别问，大师自有安排。长生大师呢？我就是长生。大师，你的桃木剑呢？你们那里没有年纪大一点的大师？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。符咒呢？八卦会没成年吧？我们这样算不算雇佣童工？哎，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我在深深优选。哎，你不是天天看他们直播吗？一会儿问问有没有员工价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送代金券什么的。等会儿我都给你问问。对了，你们谁先给我扫15块8？啊，这是什么行业的规矩吗？哦，不是，把我打车来的路费报一下。就是这里了吗？因为这个事儿，公司已经放假3天了。现在年轻人抗压能力太差，心理素质不行才着急。你们自己的事儿就不用告诉我了。鬼也讲究性价比，没深仇大恨都懒得浪费精力缠人。到底是怎样的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们去准备1瓶可乐、1支矿泉水、一些薯片、辣条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有水果也可以准备点。准备好这些，你们就先出去，最好是离开这层楼。这是要给他准备的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我吃的。你终于来啦！喂喂喂，你不看看我什么身份吗？玩吓人那一套。你有病啊！大喊大叫，你是鬼？你以为你丧尸啊？尬，叫你别大喊大叫喽！不要整天学那些外国鬼，我们的鬼是靠含蓄内敛吓人的。乖乖的进这里，等我回家把你传地府的服务器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。生前天杀的资本家就希望我不只是能用拳头哦，雷火复拳，焚尽邪灵。我最烦鬼说废话了。你不讲武德。生时忍尽世间不公，死后为难凡俗众生。有志气，但不多。给他们多贴几张符，显得我办了很多，可以多收点。以后你办公室再闹鬼，记得找我。这钱这么好赚呢？经理，其实我也学过一点法。唉，又是一天。每次来都要搞这种东西。地界脱逃的阴魂力碎，一日多过一日，旁人眼中天大灾劫，对你不过随手打发的小事。每震1岁，修补1分渡厄碑，你的余寿就薄1分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南竹无聊那边四处皆阴煞，练鬼养蛊闹很大的动静。那南竹无聊的主事不像单纯练煞求财，此人早编排好了一出大戏。只不过因果缠人，我有我自己的办法。环环相扣，步步设局，整场戏缺不得你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小石匠叫我跟你说的。爷爷说的，他还说了什么？说不准，你才是这台戏的主角。
紧到这里了还想跑？嘿嘿，跑不掉了吧？为什么一定要抓到你呢？他们说我没感情，又不听你们说冤情。那我现在听你说。我生前在这家医院就职，刚开始还好好的。不好意思，你等下。你在干嘛呢？是不是在工作？忙着呢，你看，跟我妈打个招呼。那你看，我儿子正在抓鬼呢。我跟你说了吧，我儿子做这行的。你这个再给我便宜点，到时候你这要是闹鬼，我叫我儿子给你打折。哦，对了，回来的时候记得在驿站帮我取下快递，我这边去不顺路。约娜，逛街啊？哎，家里电饭锅坏了，出来買個鍋。今日咁得閒㗎？琴日得閒㗎，下午嚟我屋企得8圈呢，都好喎。這就是我的老媽，為人熱情，跟街坊鄰里都很熟絡，除非……你腦袋是不是從屁縫裡拉出去了？全隊輸出不管，死盯着前排刷沙，放刺客切後排，你會不會玩？哎，你再罵我一句試試。你再打我要的牌，我今晚就叫我兒子放鬼去你家裡。二童，長生回來啦，放桌子上就行。哎，電飯鍋壞了，你自己點外賣吃哈，我沒空。妈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知道啊，这不你爷爷吗？我就跟网上画图那个说，要拿这个锤子，要有神仙的感觉。那他，我觉得还不错嘛。他是我的爸爸。长生，你回来了。这个才是我的爸爸。你爸在我酒馆喝醉了，我把他送回来。他哪天没醉？唉，像你妈妈这么温柔知性、善良持家的女人，天天这么照顾你爸爸，真是为难他了。哎，林叔，今天就不留你吃饭了哈，家里电饭锅坏了。饭在哪儿都可以吃，但一家人吃饭那个饭才香。林叔，那我先去忙了，谢谢你哈。其实，我可以是个好爸爸。欢迎登录罗峰地界服务器。下传成功。真火分区，万岁乡民！怎样？这趟东南亚团建好玩吗？好玩，就是很热，着急这儿回来了。送你的。哇，真好看！这是什么芭蕉花吗？真好看。你先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冰冰，我送你妈那儿了，等她放完假再接回来。嗯，好。你怎么不睡觉？
习惯了独来独往的七星刀吴宇士，竟然会主动求人啊！哈皮，这不叫求，这叫合作。谁不知道你在圈子里出了名的臭屁？说吧，什么情况？符箓法术我不擅长，你晓得，所以难不难搞不好说。该用的我都用了，但是收效甚微，我怀疑不是普通的鬼。天书呢？怎么不找他帮忙？我听说你能物理敲度厉鬼，你让我开下眼界。我已经跟他耗了1天1夜了，没得办法，最后只好把他困在那，剩下的一个人看。我都收拾他10几道了，期限他还软得很，结果隔到1个钟头，又从那朵花头里头活转来，咋个都整不死，而且每回复活1回，本事就要凶1截。湿气很重，没有灵力，应该是鬼不是妖。我怀疑不是我们这边的鬼，因为他……你没说错，确实不是我们这边的祟。他来自乌北，这是乌辽的尸俑谷，以芭蕉木吸纳地底阴煞，再借芭蕉花蕊种下血咒，难养凶灵。以这枚花蕊搭配乌北独有的丹洛魄，炼制成挂坠，便能缓缓吸食活人的魂魄，借生者躯壳重返阳世。简单说，肉身更像他的蛹壳，但那个花心才是虫卵，壳破了，卵还在，就不死不灭。我们的符箓还有你的天罡七星剑都是纯阳杀伤术法，它属阴木骨，你只能毁壳，无法灭根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找到那个吊坠，把它打烂不就完事了？呵呵，没那么简单。你用过 VPN 吗？你说啥子？就跟 VPN 一样，你看它在这里，但实际上它的 IP 并不在本地。我可以用3彩木火短暂隔绝它的本体和躯壳。我去对付本体，你对付躯壳。要得，搞快！要来了！哇塞，我也只是书上见过，你这6只手有点酷哎，但是臭是真的臭。有人说过你像阿凡。有点本事。以木成壁，离火封疆，一墙隔阴阳。等我指令。这里就是你的老巢啊！干嘛？你吓我一跳！我还刚想夸你可爱，你这也太他妈恶心了吧！复报员，借你法术一用，真火分区，万岁消弭！
受不受得住我们的法器？给老子死！想二保一。好嘛，下面那个又给你充电了嗦，还有2阶段。勒一下，你能个跑！让你恶心，让你来我们国家害人，让你掉散值。陈岸，七星垂箫。终于整鬼了，回家睡瞌睡。这个算你嘞。哎呦，你硬是傲气哦。行嘛，这回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你知道这个怎么来到国内的吗？有个老哥从乌北把这玩意儿带回来拿给他婆娘，他嘴上说是遭人家骗了，哼，看他那个眼神我就晓得他在扯谎。他心里清清楚楚，晓得这个东西煞气重不干净。少爷，老爷叫你回家。你这样你还抓什么鬼？我对钱没兴趣，杀鬼才是我的人生目标。จริงค่ะพี่ทานคนทุกกรรมจบไปแล้วติดพระเด็กน้อยคนนี้เกล็กจริงๆดูเมนหอดเดียวมากเข้าใจแล้วฉันจะไม่จากล้างเขาก่อนแต่ฉันสาจากไหนคนไร้เขาก่อนทำให้เขาอุดดอกค่ะปุ้งละรอนินเมาเนี่ยล่ะสิ่งที่พวกเราตัวร้อยชกทำที่สุดค่ะ氹氹轉啊，吉菊花園，炒米餅攞啊來米錢。咩啊？發錢寒啊？氹氹轉啊，菊花園，炒米餅攞啊！唉，好撚煩夏天，啲蛇蟲鼠蟻全部出晒爐，針火焚區，萬歲燒眉。
9394。我操！强生，强生，强生，你爸又喝醉了。思思，你那么早来我家干嘛？我爸叫我过来吃早餐啊。你爸怎么会？长生，你醒了。这也太丰盛了吧！反正都是你和你妈妈爱吃的，多做点有选择。这个红薯我爸爱吃，我妈她……哎呀，你不早说，倒掉了，我以为你不喜欢吃。约娜，你起来了？老林你来了啊？我做了早餐，你要不要？不是了，我有事出去。头发少别着凉了。对了，长生，昨晚听一居间酒客说了个事儿，我感觉你会想接，因为这个活儿很多人都接不了。你说说看。你还记得城北那边用自己房子改的那个废弃的道馆吗？是玄天道馆。那个道馆荒废了那么久，一直有各种奇怪的传闻，也没人敢买。但是行里的人都知道，这里原来住的是祖传道门的冯家，但是后来发生了那件事儿之后，就再没人去了。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小孩儿，直到几天前。哎，朋友们，这次我们来到的是网上很有名的那个玄天道馆。这个门口看着就有点瘆人儿。走，我带你们进去瞅瞅。这门锁着也进不去啊！你嘚儿啊！这墙咱俩翻过去不是很轻易吗？进来了哈。嘿，这院子看着有阵儿没人住了，里面就是这什么世家住的。什么世家来着？什么世家着？道门世家。我是听他们说的，说是父子都是道士，但是这个父亲好像是被这个道士儿子杀的，反正网上好多版本。我操！吓死我了！我操！我看了这边啥也没有，进去里边看看。我操，这霉味儿！这是什么神像啊？没见过，好像不是电视剧里出现过的。你管它什么像，反正道馆里这里就啥也不会有，对吧？我操，咋了咋了？你看，啥呀？看不见。咋这么多纸人啊？而且还都是一个造型，估计之前道馆经营这玩意儿吧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这弄得跟真的似的，对吧？你看这哥们儿弄得跟真的一样，这是什么？杜莎夫人蜡像吗？咋样？上相不？那然后呢？你说呀。那你下面的事儿就要用一杯酒换了。那算了，也没有那么想听。那万一是长生想听的呢？这个消息可不止一杯酒的钱哦。我听说阴差已经去过一次了，很少会出动阴差来阳间的，你知道。但是听说还是失败了，然后罗峰服务器也没发布任何悬赏，这件事儿好像就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我听说能收这宅子的魂，可是一个顶10个，不然你想想为什么那么多钱缺？大概就是这个事儿。去，必须去。不过，我得先去买点东西。南哥，哼，如果傅长生要出手，那这单肯定不简单，而我会比他快。
我还以为你有多难搞，也不过如此啊。天边街道阴阳，雷火阳破血障，不原谅所虚晃，海阔阳破血障，不原谅所虚晃，远离万道心发慌。我想你也会被我的魅力所征服吧。是生前受禄的阴尸，应该还有本命法器，确实不好搞。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刚那什么东西？看来你住的还不错，很通风，采光又好。看来你不是很怕阳光哎。为什么要一个又一个的来送死？万一我不是呢？那看看你的本事。是你的命课替身，纯阳火都烧不坏。玩纸人，我也有。阴雷火能烧尽你的生前命格，认真点吧，别浪费时间。有点本事啊，小道士！用自己的血炼制压胜钱，果然不怕人成魔，就怕鬼修道。死！喂，要不这样，我从来不听鬼的冤情的，这次我破例听。你给我用穿魂线看看你的故事，这个我不额外收费。那看来就是没得谈了。这是我的本命法器，超级三边，完。万众散！告诉你，它为什么叫三边丸？第一边，扶阳散行；第二边，清浊去湿；第三边，填筋断根。普通法术伤不到你，你确实厉害。我要是有你这般本事，我也不至于会今天这样。但你想收我，也未必简单。这是解释天尊。喂，你谁啊？我们冯家世代供奉的天尊，家门世臣阴咒缠身，供奉解释天尊方能续存血脉。你此刻立足之处名为魂星梦域，乃是玄天一脉必修的修行秘境，亦是参悟天尊大道的关键法门。说来与你身上的穿魂线道理相通，只不过这片天地是纯粹迹象化的道域。这个我懂，我看过《咒术回战》的领域展开嘛。什么战？没事没事，你接着往下讲。那这片秘境和你变成厉鬼这件事有什么关联？整件事的源头要追溯到100多年前，我们冯家的玄天老祖和望绪魔魂定下的一场赌约。你继续说啊，别停下。你居然在吃小浣熊，
干脆面。对啊，要不要来点？现在还收集水浒人物卡吗？早就没有了，那都是你们那个年代才有的东西。先不说这个，赶紧讲你的故事。我收服过几百只鬼怪，很少愿意静下心听人细说过往，算你运气好。主要还是看你长得靓仔。早知道带瓶可乐就好了，干吃有点干。妄素不吞噬血肉，也不好大肆厮杀，却是世间最阴毒的蛊惑邪灵。传闻他是三尸魔的大弟子。当年有好几位半步成仙的道门真人联合镇压过他，可符箓、法剑、拂尘各类术法，只能做到短暂封印。他总能借着人心里滋生的恶念重新复苏，几百年来没完没了，滋生祸端。直到我的先祖玄真法师撞见妄素，他没有立刻动手镇压，反倒主动和这头魔魂定下赌约。赌约？什么样的赌约？妄绪天性最爱与人赌性，赌人性善爱。先祖亲眼看见世道崩坏，无数人被邪灵蛊惑迷失，不忍心苍生沉沦受苦，独自深入地脉深处，拿自己百年苦修的道基，赌人间良知不会消失，正道能够逐渐壮大留存。若能压制妄训祸乱整整100年，先祖道功圆满，妄训魔魂就此消散。妄训大笑3声，接受赌注，被先祖封印困在地脉山河之下。这段故事我小时候听师傅讲过，先祖以身封印魔物，这明明是造福天下所有人的好事才对。好事，哈哈哈哈，确实是好事，对天下苍生来说是值得称颂的功绩。可就是这些苍生，让我们冯家每一代人都逃不快诅咒，冯家一脉才落得如今人鬼两难的下场。告诉过你，一刻都不能懈怠。你必须要好好练功，不要玩那些破烂。罚你2天不许吃晚饭。哎，小希，哎，你看你咋又瘦了？是不是又天天练功？你爸又没让你吃好？这大两馒头给你做晚饭，要好好吃饭。谢谢奶奶。这是小燕送你的，她说想跟你交朋友，但你都不理她，你是不喜欢她吗？不是的，奶奶，我没关系，在学校见到打招呼别不理她就行。快回家吧，别爸爸又骂了。小灾星，你快离我们远点儿！李阿姨对你这么好，你爸爸下午来把人家摊位砸了，李阿姨当时哭的连摊位都不要，跑回家了。为什么不可以有任何人对我好？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笑过。
今天你的大伯父也走了，这些年兄弟姐妹全没了，这一代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而我可能也活不过42。从道祖开始，每一代受诅咒的影响，寿命都在越来越多的缩减，到我这一代只能到42，而你撑过了12后，我根本不敢确定是32还是22，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。你是我们冯家唯一的后人，望绪虽然被封印，但依然能不断吸食人类的恶意壮大。他瞒着道祖，在赌约中种下诅咒，才让我们冯家血脉即将走到尽头。现在冯家只能靠你了。一旦你参透解释天尊的魂心梦境法门，将是唯一有可能打败望勋的方式。道祖，他为了所谓的苍生大义，让世代蒙受诅咒之苦，而你自己也没有打败望勋的能力，把全部的压力放在我身上。出生没得选，诅咒没得选，无论你还是我，从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。这样的冯家，毁了也罢，灭了也罢，活到22岁还是32岁，又有何意义呢？18岁，我便参透天尊法门，能自由进入魂心梦域，这已是我父亲几十年无法达到的成就。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望柱。可当我第一次看到他，你是冯家的后人，你是来杀我的吗？我明白这是望勋幻化的形象，但我实在下不去手。而他好像很了解我，知道我所有的痛苦，明白我所有的不开心。我前后去了3次，却不曾想我们越聊越投机。我内心还是在想，聊聊又能怎样呢？在最终的某一天，我还是会狠心杀了他。可是，他可能是10几年来唯一可以和我谈心的朋友。直到我父亲42岁那年，我才算清醒过来。希儿，爹知道，这些年你恨我，你年少贪玩，我厉声斥责；你稍有懈怠，我闭门重罚。这么多年，你不愿与我说话，不愿与我亲近，是爹的错。我是个失败的父亲，更是玄天一脉最无能的道士。祖辈皆有通天道基，可我资质平庸，穷尽半生苦修，始终参不透魂心梦域，破不了这代代折寿的宿命赌局，救不了日渐凋零的家族血脉。我明知自己无能，却懦弱的不敢接受一脉覆灭的结局。我把所有的恐惧、不甘与执念，全都压在了你的身上，逼得你年少负重，心性孤冷，活成了今日这般模样。我推演天机，算尽自身寿数，今夜便是我42岁大限。我这辈子没本事为你破开诅咒，护你一世安稳，唯一能为你做的只剩最后一桩。我依照眼睛古法，以自身本命真血，容你命格气运，耗时10年，练出99尊命克替身。这些替身会把诅咒钻心刺骨之痛转移到我身上，这些替身亦可替你成劫，分摊寿元诅咒，能为你多添几分生机，少受几分折寿之苦。父亲，爹的真气已然耗尽，还有最后一样东西可以送给你，这是真元化禄，为你击筑残魂，只要魂丝未断，万事尚有转机。不要，不要！爹对不起你，这世间偌大，你与我
是彼此唯一的亲人了，往后只剩你一个人了，好好活下去。不要！望素，今日我必杀你。若我做不到，便代表玄天一派彻底陨落，从此断绝于天地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人心虚妄薄凉，世间众生不过尔尔。你父亲苦修半生，偏执严苛，刻意隔绝你所有情欲，斩断你所有温柔软肋，穷尽毕生所想，不过是让你无情无念，不被我蛊惑半分，何其可笑！他机关算尽，磨你道心，忍你怨恨，到头来不需要我多做什么，你们就自然变成彼此最大的敌人。这不讽刺吗？当年你玄天老祖半步成仙，道基通天，尚且只能与我力赌风镜，奈我不得。如今区区的你，满心执念枷锁，又能奈我何？你说的对，杀伐之术杀不了你，但我已勘破魂心梦域，从不是诛邪利刃，而是天尊遗留的包容大道秘境。大道无杀法，唯度虚妄，容纳万念。既入此界，便休想出脱。哇塞，你的故事听起来也太悲惨了吧？你说的对，你应该带可乐来的，干吃有点干。不过你这小小的包怎么装这么多东西的？这个是我爷爷送我的储物袋，据说修仙的人才能用，反正特别能装。那后来呢？你说了那么久，还是没说你为什么变厉鬼？我虽然用魂心梦域封住了望素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真元能维持这方天地多久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放了一丝精魂出去化作厉鬼，在道馆里等厉害的人来抓我，这样我能带他进来这里，想办法除掉望素。那你还蛮有眼光的，我来帮你解决。我本来是来收你的，那现在看来也不亏。哎，那望素在哪？神像里。哟，小溪带了朋友来呀？他就这样呲溜的出来了？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他在这里来去自如，他都当自己家。她那么漂亮啊，怎么在你的描述中，她好像个紫菜精一样？这小道士可比你这个木头会说话多了。但是我是来收你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不会把他打死了吧？远古老灯鬼是厉害，那我也要认真对待才行。飞廉以图，不忘了。这是地府的力量，这小道士还有点本事。活到22岁还是32岁又有何意义呢？他机关算尽，模拟道心，忍你怨恨。但我已勘破魂心梦域，从不是诛邪利刃，而是天尊遗留的包容大道秘境。顺阳归路，
真火所趋。槍聲動咗杜岳跛嘅力量啊！睇嚟個鬼道士都唔簡單。我好像还高估你了呢。唐生，我来帮你。小溪，你确定要插手吗？我可以用红心梦魇暂时锁住他行动。因果正恶，三节巨行。感觉如何？根据有烟无伤定律，他应该没什么事。你俩联手倒是像那么回事儿。世人皆知我素来不爱厮杀，只喜魅惑众生。只因人心底滋生的恶念是世间最鲜美的佳肴。从前我还要费心游走挑挪，引诱凡人翻出心底贪嗔痴怨。可是这几年，突然我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只要这个声音出现。这是什么声音？靠！完蛋！我什么都不必做，只需额间这张嘴静静听着世间喧嚣，铺天盖地的恶意便会主动涌来，像源源不断的珍馐填满我的赠品，再也不用我费心去蛊惑任何人。冯玄熙，你到现在都没明白。你以为凭魂心梦域便能将我困在此地？困住我的从来不是你的术法，是我自己选择留下来的。按他们现代人类的说法，我这叫躺平了。我不想干了，况且还有你陪我消遣聊天。但如果你要找人收我，那我可不乐意了。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这群恶魔的力量。就这。那咋了？有能者。
不过，这是阳间都无人能敌的邪恶力量。小道士，你这地府力量运用的还不成熟，假以时日，或许还有一战的可能。但如果我现在就要杀了你，你也没这个机会了。等下，我有终极法宝。这是我拿的地府的手机破解版，不用刷脸，你可以随便玩。手机跟鸡有什么关系？能吃吗？不是，你看，你就点开这里。长生，我来救！是的，今天我们是给到最大优惠给大家，可以7天无理由试投，不满意你原路退回来地府，我们重新给你分配的。这边是能做到假一赔10赔运费险的。家人们，今天我教大家化个惨死妆，这样大家出去吓人的时候有气势一点。喂，这是什么？不是说好来收他的吗？我打不过他，只能出此下策，先稳住他。这东西能稳多久？放心，这抖音比他还会魅惑人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会对这个东西着迷的？其实我不知道，这东西我本来是买来降服你的，但刚刚灵机一动，觉得可以魔法打败魔法。不过我得先去买点东西。他那么年轻就做鬼，一定是很馋这些的，说不定有奇效。饮料不买了吧？应该很快能搞定的。真的，搞一台给我。你敢我不告诉你哈，那个道馆你最好别碰，好多道士最后都在那边出不来了。你给我搞到地府手机，我自有办法的。现在地府发帮柒頭管得好嗨严的，不是以前那个尬了。那我推荐多几个同行来你这买道具嘛，要不外加1瓶我爸的青植露酒。那不退换货的哈，3天內結清，別忘記做。直連地府 VVP， 除了外太空，應該都能連得上訊號的。这些够你吃一阵了。谢谢。这单又要亏了。外面传言你一个顶10个魂，结果你甚至都不是鬼。你是在帮地府打工吗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魂？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我要补一个东西，需要魂。那你要不介意，我进来之前收过一些魂，给你。道馆的测试一个罐子下还有几10张，你也一并拿去。谢啦，那这波没亏。把你卷进来很抱歉，这个你拿着。如果你在外面需要我，我可通过一丝精魂出去帮你。你这样的经历和身份，依然没有磨灭你的善良和大义，真的很难能可贵。有些伤痕终究无法抹平。我其实现在都无法原谅父亲，可怨恨归怨恨，我依旧相信世间存有大义。也多谢你，听完我所有过往，仍愿意向我伸出援手。说到底，昔日那位玄天终究还是输了。时至今日，人间滋生的恶意早已盖过所谓大义。道与道，一念之间，终究是人自择前路。信奉大义之人从未消失，只是他们不惜高声宣扬，甘愿藏于众生身后，负重前行。切，说话跟那个玄天老头似的。
我会尽快变强，强到足以战胜妄速。待到那时，我会完整带你离开此地，肉身与精魂一并脱困，你不必再画地为牢，困守此地耗尽一生。外面天地辽阔，热闹又精彩，我相信你会喜欢的。谢啦，这次办得不错，他使用了渡厄杯的力量。这跟我无关，我只赚我该赚的。